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召开在即，地点就在中国。会议有何特别关注之处？俄乌冲突背景下，美俄代表首次对话，乌克兰局势是否成为会议重点？继俄乌第5次会谈之后，又一会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，那就是第3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。去年的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的与会地点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。而这次的会议将于3月30号在中国安徽的屯溪举行。本来是一场针对阿富汗问题的国际讨论会，但这次的会议重点可能不再是阿富汗的问题，因为这次会议，美国与俄罗斯的外交部长都会参加。这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，美俄两国首次坐在一张桌子上面对面沟通，并且这也会是自普京宣布对乌克兰进行特殊军事行动后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首次国际多边场合公开露面，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集于此。有学者表示，这将是俄罗斯与各方举行双边会谈的一次好机会。在冲突期间，美俄多次隔空喊话，而这一次将会发生变化。并且根据媒体报道，在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举行后，中美俄3国将举行磋商机制会议。作为国际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3个国家，不免让人猜测这次磋商会议的结果到底如何。拉夫罗夫来中国参与会议还是受到广泛讨论的。在当下的敏感时期，俄罗斯正投入大量兵力，持续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，因此遭受美西方国家的全面的、持续的、暴风骤雨的制裁，面临着前所未有复杂而严峻的外部局面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拉夫罗夫来华参加会议，自然会引发美西方国家各种各样的猜测与联想。在近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就有美国记者就拉夫罗夫参会是否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发起提问，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以相关具体情况实时发布怼了回去。这很明显是美国记者给中国下的套，就是为了将中国拉入俄乌冲突当中。而中国外交部的一句话便堵住了美国记者的嘴，并且拉夫罗夫近日已经陆续访问了中国和印度。在拉夫罗夫访问中国之前，中国外长王毅的中亚南亚之行就来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，分别与阿富汗代理总理和外长进行了会谈。这也是中国自去年阿富汗政局变动之后首次访问阿富汗。这就是要让美国认识到，在乌克兰局势冲突持续的现在，美国另一个烂摊子还没有解决。现在民不聊生的阿富汗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诚然，俄乌冲突是当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此次的美俄首次面对面沟通势必会谈及到乌克兰局势，但这并不代表阿富汗问题就已经过去了，美国所犯下的罪行就已经过去了。